Hello， 大家，无案第4集，樊潇终于还是对游书朗下手了。虽然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做到底，但其实也差不多了。而且在游书朗的视角看来，他就是被人侵犯了。所以等到游书朗真的查出真相的时候，他对樊潇的那个厌恶并不会减少。然而，游书朗真的查出真相了吗？其实我有点怀疑，因为上一集回去，后来我想想，游书朗可能只是查到那个闲散王爷而已，而他也查到了那闲散王爷跟樊潇有关，所以才会对樊潇那么凶，也是有这个可能性，也有可能他还没查到是樊潇对他下手的，所以我们继续看看吧。就在这个会所，怎么找到的？先上去会会他。哎呦，所以不是樊潇。游书朗查到不是樊潇，慌了哈！清个场呗。什么？你他妈谁啊？三少，没想到包厢里坐的是你啊！你认识？找你什么事儿？你心里清楚。我今天既然能找到你，自然是做了万全的准备。虽然你我没什么交情，但中间毕竟隔着十里华，所以。你有什么要说的，好好掂量掂量。所以是不是樊潇用计让游书朗查到这个白三少身上？什么关系啊？朋友。三少，我今天就是过来跟你要个说法。这默契，要不是我亲自把人送到床上，我还真信他们是朋友了。你要什么说法？我怎么听不懂啊？所以他也是共犯。三少脏事做多了，桩桩件件未必都能记得清楚。那，你给我讲讲，那天晚上我到底对你做了什么脏事？你他妈在看啊！没有证据，我今天不会坐在这儿。樊潇，你这对自己人下手有点太狠了哦，就算只是演戏。一报还一报，你怎么对我的，我就怎么还给你。三少，从哪儿拖起啊？不是，放你妈的屁！老子三少，你手机一直在响，先接电话。先接电话，坐下，再慢慢的。我现在比较好奇，如果没有樊潇拦着，游书朗真的要上他呀？好，这事儿我认，是老子干的。所以应该是樊潇已经通知别人，打电话给他，让他串通了。你要干什么？你刚才说的不行啊！放心，你让我揍10分钟，这事儿就算完了。我操你大爷！今天免费给你开个瓢！我操！你敢对他动家伙，想死趁早说！樊潇，你别放心，脏手的事儿我来。10分钟，你给我计时。游书朗不要感动，他们串通好的。做戏做全套，辛苦三少。滚蛋！他们老子不陪你们玩了。哎，那也不要了。刚才十里华说你他妈能让他陪我睡觉，是真的假的？毕竟世界小姐，先把她喊出来陪你喝酒。快来吧，都快！那我就捡漏在外面的皮肤来了。这些人都是你的玩具呢。再来最后一下，你记得一会儿叫他大声一点，叫就行了。天哪，甚至都叫不出来。哦，哎呦，樊潇，我还得夸你重情重义，是不是？你说，外面那个人会不会心疼？我不知道。好哦，看来他也不是为了情义，他只是想要自己受伤，让他心疼。我得跟他讨有点什么好的。手上带血的恶魔啊！你说这样的人，他为什么办公室里会放这么多佛像？知道自己心里太脏了，赶紧多拜拜是吧？不行，去医院。哦，游书朗不要心疼啊，千万不要哦。他如果有一天知道樊潇到底都对他做了些什么，欢迎尤主任，不知道会作何感想。慢点啊，横张骨都断裂了，还叫没什么大碍。天哪！医生也说了，你这个位置如果恢复不好，以后是会留下后遗症的。樊潇，你对自己下手可真狠。你来泰国也有一阵子了，这家里怎么还跟样板间似的？
我平时在公司待得多，笔电赶快藏起来啊！就是图个安静。你可以去露台看看。你晚上睡觉之前，如果有什么单手不方便做的事儿，你就跟我说。这衬衫扣子有点紧，要不劳烦一下尤主任？又不是2只手都废了，用左手过来。哎呦，有时候让你自愿帮他脱衣服了哦。天哪！说让这么好的男人放他走好不好？不要再诱惑他了。干嘛？还有2颗扣子没解。好了。哎，樊潇，我觉得实施猥亵的人，应该不是白鹏宇。怎么说？但他明显对同性很排斥。他嗑了药，又喝了酒，神志不清的时候，未必顾得了这么多。喝点酒放松一些，晚上好入睡。现在看到樊潇让他喝酒，我都很不放心。今天谢谢你啊，樊潇。从小到大，很少有人这么护着我。哎呦，你知道我们公司那些女同事都怎么议论你吗？她们说你是阴郁腹黑型男主，谁要是被你缠上，绝对没有好下场。看着很准哦。太晚了，这里不好叫车，你就别回去了。我手没法开车，明天还要麻烦你送我上班。樊潇的寝具是红的。樊潇，哎，我就知道他走进来会有危险的。这红的寝具一看就很不妙。樊潇，我确实不舒服。天哪，真的假的？什么东西呀、你还在受伤啊？樊潇，你他妈！哦，我是 gay， 跟你玩不了这种直男的游戏。挺好的。到目前为止，尤书朗真的都好克制哦。我这领扣，从出门折腾到现在都没有。你还没放弃？尤主任，你当真就这么看着我不管？你还愿意我帮忙？尤主任不用介意。性向是每个人的自由，你忘了这是哪儿？สวัสดีครับ 婚姻都合法了。过来。ผมทนไม่ไหวแล้วผมอยากเอาคุณ 什么意思啊？祝你一天都有好心情。我真的受不了了，什么时候才要让事情爆炸？阿火，把上次拍卖会上的古董戒指给陆贞送去。全是奢侈品，虽然他本来就是艺人。真的没有其他原因了？是我配不上你。哎呦，这些都是樊总让我给你送来的。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可以自己联系樊总。照顾好自己，我走了。天哪，陆战！尤叔叔，陆贞，你的心里已经没有我了。尤书朗还比陆贞清醒，明明是陆贞先提分手的。你爱过我吗？你是对我很好，嘘寒问暖，无微不至，但爱就是这样吗？是啦，其实他们的感情就算没有樊潇在那边推波助澜、煽风点火，他们也是有自己的问题。尤主任，这酒劲儿大，不是这么喝的。知道我怎么看出来你不开心的吗？因为你早就知道了，是你挖他墙角的。因为我们是同一类，戴面具的人，所以不用忙。那樊潇，你要不要说说你戴着什么面具啊？我失恋了。什么？没开玩笑吧？你把你的笑容藏好，樊前几潇。天不还好好的？我要是喝醉了，送我回家。小心点。永书啊，你也确实有点不警惕。当然，你今天分手啦，可是才发生那种事，你还敢在外面喝醉哦？你身娇肉贵，让我先去洗个手。天哪，
真的要来了啊！没想到尤主任还是个多情的人，就是命不好。樊潇把他黑色的西装放在纯白的尤书朗的床上，代表他要弄脏他了。尤叔叔，你做的糖醋里脊太好吃了，爱你，亲一个。哦，其实尤书朗用情很深，这些东西都留着，怎么办？只是不太会表达。可是今天不能在你身上留下痕迹。樊潇，他既然现在单身，你就光明正大追他吧。尤书朗在吻我，他在主动吻我。什么？他们不会？哦，所以没事，手摸得很实哦。大清早的男人，可不禁撩拨啊，尤主任。别胡扯，放开！没胡扯。哇，樊潇，玩笑不是这么开的。你要是再这么没分寸，小心我上来。这正合樊潇意啊！想试试吗？昨晚喝醉了酒，一直追着人亲，躲都躲不开。哦，对了，你前男友是叫真真吧？哦，把这情况讲得对自己很有利哦，还让尤书朗落下风了。不就是亲个嘴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你故意拿套子吓我，可就是你的不对了。我去洗澡了，你自便。把你那身黑衣服给我拿走，把你那肮脏的思想收起来。你说你男朋友多久才会心甘情愿上我的床？不是男朋友了啦，所以你不用再顾虑他了啦。还是陆真的电话，你这么躲着他，我怕他心灰意冷，再回去找你的尤主任呢。尤书朗被你戏弄，陆真躺枪，我都不知道该同情谁了。你不想同情那两个就不用同情啦，谴责一下你朋友啦。你跟那个安娜咋回事啊？他是真够给你面子，他真去见了白鹏宇。天哪！之前啊，有个富商在他面前自杀，求他回心转意，血流了一地，人家眼皮子都没抬一下。我说，有种人会下地狱，我和他谁都跑不了。那你可不可以现在去地狱，不要再祸害人间了？阿虎，给出差去行业博览会的团队名单里，想办法再加一个名额，给尤书朗。你要干嘛呀？还真是难得有机会来到这海边转转。是啊，你们吃吧，我没有胃口。连烟都咬错边，怎么回事啊？你好好玩，一姐是练着过。大哥哥，买一朵花吧。尤书朗，你这样西装笔挺的来海边玩哦，真的是够硬的。今天樊总也没怎么吃东西，我带点吃的回去找他。别开灯，求你，别开灯。妈呀！樊潇，尤书朗，别走进去，别走进去！看见有人需要帮忙，他就还是忍不住哦。我已经很久没有来过海边了。对哦，所以樊少这次是真的引起了他的恐惧。他小时候在海边发生过意外。你知道死了30多万人的那场海啸啊？你是说几十年前印尼的海啸？在海啸前发生的几分钟，我还在吃着香甜的糯米饭，我刚刚又闻到了那股味道，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一年，我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可是他们来这个地方开会，不是樊潇他们公司安排的吗？所以樊潇是不是故意安排来这边开会，然后让他恐惧发作给尤书朗看，想要博取尤书朗同情？他不会这么腹黑吧？他死了。妈妈，水越来越多了。妈妈抱。哈？他们刚刚不是在外面吗？怎么又困到这里来了？妈妈这有火柴。所以他现在用火柴也是对他妈妈的思念呢。我看着他一点一点地沉入了水里，他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小小，你要活下去。活下去才是最痛苦的。
那妈妈长得跟游书朗有点神似吼，是不是也是樊潇心里面对菩萨的那个印象同样那么舍己为人？那场海啸已经过去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现在最恨的就是你。樊少，你冷静一点。คุณเป็นใครเป็นพระเจ้าหรือไง哦，天哪！失控到这个程度，已经不是樊潇原本的计划了。樊少，还好游珠郎对不起，还清醒呢。我理解，应激反应。上次我喝多了，糊里糊涂冒犯了你，咱俩扯平，事过不提了。真的好善良哦！你居然去了滨海市，你不怕犯病啊？既然要试着向前迈出一步，还不如顺便在他面前卖个惨。果然。 Excuse me, would you please help us adjust our seats? I need a seat that's not by the window. 游书朗这个执行能力很强。Excuse me, the sea breeze is so noisy. Would you mind closing the window? 所有事情周到贴心又到位，事无巨细。樊潇应该有注意到游书朗为他努力过了。医学领域的交流，或者是技术方面。 还有注意到樊潇昨晚恐惧的时候这样靠着他，现在他恐惧的时候他也这样靠着他。怎么了？陪我去海滩边走走吧。哦，我想试试看。我怎么觉得樊潇真的自己也沦陷了，真的越来越离不开游书朗了。樊潇，樊潇，你回来！樊潇，停下！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敢面对的事情。 你也有吗？我不敢游泳，那个时候家里穷，我们男孩子都会到河里下地笼捕鱼。我和一个男孩子水性好，敢去深的地方下地笼，我们捕的鱼就比别人捕的多。有一次他把地笼下得太深了，他下去取的时候被捆住了脚，我救了他，但差点被他拖成水鬼。要烟吗？不了，海滩上禁烟。 樊潇现在也知道，他讲到恐惧、焦躁的事情的时候要抽烟。但是当时那个男孩上岸后，却诬陷我，本来是要下水偷他的鱼。后来又过了1年，他重蹈覆辙。但那次我犹豫了。他死了？没有，我还是去救了他。樊潇又失望了，果然还是个菩萨。只是犹豫了一会儿。 但是因为他在水下窒息的时间太长，傻了。后来他的父母磕头下跪的感谢我。从那之后我就不游泳了。你觉得他傻了是你的责任，多了那2分钟，他就能健康。对，所以他现在遇到需要帮助的人都毫不犹豫帮助，他不希望自己再后悔。只要还活着，总会有人告诉你，这个世界还不赖。我们回酒店房间去，关窗锁门。 就听不到这该死的海浪声了。很好啊，我觉得这样子的心态也很好，不需要什么恐惧都一定要跨过去。好啦，这一集之后，真真跟游书朗正式分手了。游书朗跟樊潇也交换了他们小时候的秘密，小时候的恐惧。 从现在开始，2个人就真正是莫逆之交，是灵魂伴侣了。因为他们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最懂彼此。虽然表面上一黑一白，但其实内核的灵魂是相似的。只是在面对恐惧时，截然不同的选择，造就了他们现在不同的性格。游书朗曾经犹豫过要不要救人，就迟疑了2秒钟，还是造成了一些不可挽回的结果。从那之后，但凡遇到他想帮助的人，他都要毫不犹豫的帮助。他大概是太害怕同样的事情再重蹈覆辙了。就像他第1集的时候，面对那个从鸟窝掉下来的雏鸟的反应啊，虽然也不确定到底有没有那只鸟，其实全部都听樊潇一张嘴在说。不过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他的反应，他对于大自然的规律他不执着，但是对于人类那些可能会引起他共鸣、可能会让他后悔的事情，他选择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而樊潇呢？ 在面对灾难的时候，所有人都选择自保，导致他妈妈最后为了救他丧命。
作为一个淋过雨的人，他不相信除了他妈妈之外，还有人会愿意替别人撑伞的。所以当他看到游书朗这么大爱无私的人的时候，他就下意识觉得这个人一定虚伪，这个人一定在伪装，很努力想要撕下他的面具。甚至第1集的时候，连他喜欢男人都可以当做他拿来佐证游书朗这个人并不完美的证据。结果当他一次又一次试探游书朗，发现这个人还真的是挺完美的，反倒是自己还对他越来越沦陷了哈。我觉得啊，他就是没有放下呀。当然我知道这样子的事情也很难放下，毕竟害了他妈妈丧命。可是他也许可以参考看看游书朗的做法呀，就不要去听这该死的海岸声嘛。不要去执着，也许他就可以发现自己没必要伤害这么多无辜的人，自己没必要去祸害那么善良的游书朗。虽说游书朗自己也没放下啦，但他选择活下去的方式是一遍又一遍的救人，好像也没什么不好的。但是像返校这个情况，就希望游书朗能成为他的靠岸，成为他的救赎吧，是吧？这就是这剧名的意思吧？游书朗就是他的岸，让他不必继续在水里挣扎了。行了，到此2个人的故事算是都了解的差不多了。虽然返校还是很可恶，但是好像也没那么讨厌他了。我好像也理解大家喜欢这部剧的原因了。确实撇除掉那些道德败坏、让人望而却步的因素，这部剧的那些叙事手法还是很细腻的。只是在前3集我们知道了返校的身世之前，真的会很难喜欢上这个故事。而现在我算是稍微对他改观了一点吧，只希望返校后面收敛一点呐，不要再做什么让我继续厌恶这部剧、让我想弃剧的行为了哈。行，这一集就看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对了。我刚才的分析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靠着观众的留言帮我补充说明一些事情，我才得出了这些结论的。我本人的功力没那么厉害哈，大家不需要这么高看我。